哪有人捉奸捉成她这样的？丈夫都把情人带到家里鬼混了，她可倒好，既不上去歇斯底里的撕扯，也不声泪俱下的控诉不忠，反而全程保持优雅收拾行李，临走前还不忘贴心的帮小三拉上拉链。You know, you really shouldn't wear this color. Makes you look like a tramp. What am I saying? You are a tramp. 丈夫并不诚心地追着认错，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可不信妻子敢这么一走了之。Where would you go? What would you do? 可他显然小觑了妻子，他不但自己要走，还要把2个儿子带上，他可不会把孩子丢给一个出轨的烂人。Give me a break, you're a lousy mother. I love my children. So what? I love my kids and I'm shit for a father. 安娜懒得再掰扯这些有的没的，等电梯上来后，只给这家伙留下了一个潇洒的背影。在从学校接走儿子后，他又来到银行取出全部积蓄，外加一把防身用的手枪，最后还不忘摘下婚戒。跟这段婚姻说完再见，安娜用一半资金买下了一辆跑车，带着2个儿子踏上了人生新篇章。小儿子打赌不超过1周，妈妈就会乖乖服软回家。安娜听完只是将后视镜掰起，叮嘱他只管目视前方，永远不要回头。 Now go. 他们刚刚抵达波士顿，安娜就在酒店门口偶遇了自己昔日的追求者。这是一位典型的上流社会绅士。在这个女性价值被禁锢在家庭的年代，安娜当下的规划就是先给自己和孩子们找个新依靠。小儿子乔治再度泼来冷水，他却无比自信地整理仪容。要知道，对方曾经可因为他的拒绝险些自杀。 Everything works out for the best. Always. 安娜和追求者一开始在餐厅相谈甚欢，但酒过3巡后，男人却现出原形。他不顾是在公众场合高声哭诉自己生意失败的痛楚。 Can you lend me some money? Can I what? 75,000 would do it. Dollars? All right, 50. It's not appropriate for you to solicit money from me. 安娜的拒绝让男人愈发来劲，迎着周围人的侧目，他只能借口补妆逃遁到洗手间。可等平复完情绪再出来时，那人悄然离去不说，还偷走了他手提包里所有的现金。更无耻的是，竟然连单也没买。面对侍者追着讨要饭钱，安娜是既尴尬又窝火。一位身着军装且彬彬有礼的上校适时出现替他解了围，英雄救美的桥段也从不落俗。安娜和上校迅速快进到了订婚的阶段，但她并不知道上校温柔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喜欢吃饭时高谈阔论自己的政治高见，在遭受到乔治小声蛐蛐后，晚上他就独自找了上来。上校以势压人，对乔治展开了服从性测试。他把他们一家比作狗群，而自己就是领头的那一只。乔治并不惧怕上校，但他怕妈妈追求的依靠因为自己而消失。 Woof. Sir. 婚礼前，西安娜带着2个儿子来筹备婚宴所需的物品，在电梯上与一群残疾儿童擦肩而过时，母子3人顿时同情心泛滥，当场便捐赠了仅有的500美元。而他们的这一行为也令强势的上校得知后当场破防，他步步紧逼向安娜讨要起她脖子上的珍珠项链。 Give it to me. Why? I'm returning it for the money you owe me. Give it to me. I will not. Give me that goddamn necklace! Give me those goddamn... 面对上校的突然发难，安娜起初只是一味的躲避，但当看到乔治为了保护她被上校粗暴地掀翻在地时，一个母亲的舐犊之情骤然爆发。 If you touch my boy again, you miserable son of a bitch, I will kill you. 哪怕一路所遇皆非良人，安娜依旧没有放弃给自己再找个依靠的想法。这是1953年的美国，女性被局限在狭小的家庭天地之中，能工作的机会少之又少，就连那时的广告也都把她们物化为可以征服或者拥有的附属品，而她们的价值也往往由婚姻和家庭来定义。哪怕心气甚高的安娜，彼时也不能免俗。 Don't worry, I will find you boys a father. 由于所剩资金不多，他们在来到新的目的地后，只能租住在了一栋廉价公寓。乔治因此一度想回去找父亲，但安娜却说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our lives, there are standards we must maintain. 事实上，前夫一直有寄钱过来，都被他原封不动退回去了。在当地安顿下来后，安娜很快就凭借出众的容貌找到了新的约会对象。可没想到第一次见面，这人就想霸王硬上弓。 I said stop! Just what the fuck do you think I asked you out for anyway? You go.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哪怕遭到这种羞辱，安娜也绝不为此内耗。无论处境如何狼狈，她始终坚信自己值得被尊重、被善待。没过多久，安娜就联系上了一位富二代前男友，对方邀约她参加晚上的舞会，安娜欣然答应。可当她在约定地点等了半天，最终等到的却是对方背地和女伴吐槽她年老色衰。安娜独自来到吧台买醉，见到旁边的男人一直冲着自己微笑，兴许是为了不显得那么凄凉，她生平第一次主动向陌生男人搭讪。谁知没聊2句，男人就自称警探，观察半天怀疑她是在招客的妓女。 You had me going there, Frank.
男人掀起衣服亮出警徽，安娜笑容瞬间褪去。走投无路的她，在被羁押到看守所后，想起乔治白天曾说过，看到了父亲乐队巡演到这座城市的广告，于是只能硬着头皮给丈夫打电话来帮忙保释。可那头传来的却是他和新欢调情的声音。There's no one there. 安娜就这样和2名妓女在一起关了一夜，她们一个被家庭遗忘的，2个被社会搓磨的，命运在这里产生了片刻的交织。第2天还是公寓的一个邻居帮忙将她保释了出去。安娜有些尴尬地请求对方不要将这事声张出去。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this didn't get around. If what didn't get around, ma'am? 这个出身底层、穿着普通、比自己儿子没大几岁的小伙子，反倒成了自己走出家庭后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绅士。在经过一次次挫败后，安娜切身感受到了依附的荒诞。她带着2个儿子再度出发，这次却不再是执着追求婚姻依靠。Hey, Hope, crazy sister. 在先投奔了自己的姐姐以后，安娜找了份餐厅服务员的工作，开始第一次尝试靠自己谋生。Where's my coffee, sweet thing? Right here. What the hell? You crazy? 当安娜在洗手间黯然神伤时，一位女同事很遗憾地来通知，由于那个客人的投诉，她已经被老板解雇。说完，这位平时也没少受气的女士出言安慰起了安娜。It's the only time I didn't complain his coffee wasn't hot enough. 这一刻感同身受的2人，在寻找被时代淹没自我的同时，短暂的相偎取暖。很快，安娜又来到了一家颜料店应聘，可店员显然没把她当回事。在离开时，她看到对方在跟一位贵妇扯皮，于是主动上前搭话。Well, have you considered a peach? It would bring out this color in the fabric. 她凭借以往的生活经验以及对颜色搭配的独特见解，几句话就打消了贵妇的疑虑。当店主回到店里，得知店员雇佣了个女人后，内心起初很是不满。Oh,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tell you, Mr. Massey. She's been here 3 weeks, and sales are up 20%. 安娜突出的业务能力以及金发碧眼的出众样貌，让店主瞬间被吸引。Bill Massey. Gentleman's blue. 安娜对老板的第一印象显然也不错，表面上看对方也是个相当有礼的绅士。他们一同来学校观看大儿子的戏剧表演。当演出因为天气原因被迫终止，男孩尴尬地站在台上时，店主高情商地打起了圆场。He's gonna be so disappointed. Well, he can always say he brought the audience to its feet. Bravo! 就这样，2人的关系迅速升级，马上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上天却跟安娜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天，他们一起在野外聚餐，男人正对着她许诺美好未来时，一个女人突然出现，打断了这一切。Is this your sister, darling? I'm his wife. 原来店主是一个颜料家族的继承人之一，可他却患有精神疾病，总想着找不同的女人结婚。就已知的来说，安娜已经是第7个。律师说完，递出了一笔不菲的补偿金。安娜心中苦涩无比，每一次婚姻机会都成为了讽刺。她决定带着儿子离开这个伤心地，前去追求新生活。可这次乔治却想留在姨妈家里，他喜欢这里的学校，老师也很认可他的写作能力。特别是听到下一个目的地是加州时，他更加不愿同行。 Why California? Because that's where Hollywood is. No, I know where Hollywood is. Just what do you think's gonna happen there? Your brother will be discovered. I will. Things will work out, George. They always do. 乔治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事实上他一直都不觉得母亲真的了解自己。他不知道他穿多大码鞋，也不知道他最爱看什么书，比如现在连喜欢哪种颜色都说不出。 Blue. Red. Hell, I don't even know what my favorite color is. And you're a lousy mother. George. 安娜没有再试图劝说，而是带着大儿子罗比踏上了行程。她曾教育乔治不要向后看，但这一次却总忍不住望向后方。事实上，比起留在这里，乔治更希望能够得到母亲的重视。他原以为母亲会折返回来，把他拽进车里，但他显然小觑了他的原则。罗比是安娜和第一个丈夫所生，在重组家庭长大的他，不如乔治那么活泼开朗，敢说敢做。他喜欢刺绣和表演，时常会被人暗讽是娘娘腔。种种之下，不可避免的，安娜选择了侧重照顾他的情绪。一路上，他们靠给人提供顺风车赚钱。一对看似人畜无害的小情侣，在下车后突然发难，拿出一把匕首劫持了安娜，然后让罗比去把现金都拿过来。Go get it, Pansy. Okay, okay. 男人丝毫没有将罗比放在眼里，不料他竟趁机拿出了安娜的手枪。Put down the knife. 男人并不觉得罗比敢开枪，但显然忘记了自己挟持的可是对方母亲。 Make me, Ferry.
在将男人驱退之后，母子两个带上了自称是被强迫的女孩，可没想到中途休整时，对方趁机拿走了他们车里的物品，然后又和之前抢劫的男人会合，这也使得母子两人彻底身无分文。罗比只能偷偷打电话给乔治求助，乔治这才知道母亲害怕他待在这里受委屈，将之前那笔补偿金全都留给了姨妈。这一消息让乔治十分感动，他意识到母亲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对他的爱却从未减少，而实际上安娜也从来都没有不重视他。这一路走来，不论遇到什么难题，他都未曾想过置他们于不顾。当初在看到父亲巡演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后，乔治实际上找了过去，父亲会热情地向人介绍这是自己儿子，也会关心他钱够不够花，但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当乔治提出自己想跟着他一起时，却被太忙没时间照顾为由拒绝了。乔治也因此一度觉得父亲是个混蛋，但安娜却维护起了父亲的形象。 Don't talk like that about your father. You'll regret it one day. What do you care? Your father adores you. Right. 安娜并没有因为前夫出轨就故意抹黑他作为一个父亲的付出，反而是列举了乔治小时候父亲为他做过的种种。他明白父母的形象对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有多重要。或许在某些方面，他作为母亲并不合格，但对儿子的爱却从未减少。Why are we stopping here? Well, I figured we could just stop here and pick somebody up. Well, I don't see anyone. Oh, look, there's someone now. Get in the back. Okay. That's all she had left. 母子三人再度出发，他们一路披星戴月，终于抵达了梦之城洛杉矶。将相伴一路的跑车卖掉后，定居在了一栋看起来有些破旧的房子。这天，安娜刚从超市回来，发现前夫竟然找了上来。可能是阅尽风情之后，知道安娜才是最能给他安定和温暖的人，于是厚着脸皮提出了复合。 I can't do that. Don't you love me anymore? I don't know if I love you anymore. But I do know that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心中一念起，顿觉天地宽。她曾误以为下一个男人就会拯救自己，却在每个人身上都看到依附的荒诞。安娜现在很明确，自己不再需要婚姻来获得安全感。 No. Change your mind. 作为乐队指挥的前夫，曾给他写过一首名为《我的唯一》的歌，用来当做爱情的承诺。他因为这首歌而一夜爆红，但也因此慢慢忘记了初心。安娜现在用行动改写了这首歌的含义，唯一不再是他人，而是被找到的自我。她开始带着2个儿子在片场跑龙套，坦然接受生存的粗粝本质。一段时间后，安娜接到了前夫意外去世的电话。当真正失去，乔治才明白父亲对自己的意义。他想要回纽约参加葬礼，并且留在那里不再回来。对于想成为一个作家的他来说，纽约无疑是最佳的地方。安娜这次也选择了尊重他的决定。但当回到纽约后，乔治发现与之前相比，自己还是更喜欢和母亲在一起的生活。毕竟有家人在的地方才叫家。当他拎着行李箱回到片场，发现罗比因为糟糕的表现正被同行无情嘲讽，乔治仿佛无师自通，开始教导哥哥怎么带入角色演戏。这一幕反倒被导演注意，他的演戏天赋也就此被发掘。 This is where I belong. With you, with whatever's left of my family. I didn't know before, but I know it now. And I ain't going anywhere. 乔治就这样成为了一名演员。罗比也发现，相比演戏，片场服装的工作更为适合他。安娜的身边依旧不乏追求者，但她人生的必需品已经不再是婚姻，而是不停寻找自我的勇气。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学会在心里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 I often think about those months we spent on the road together, trying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care of us. What we found instead was that we didn't need anyone else, that we could take care of ourselves just fine.